我现在到了台南的民宿，这间民宿叫莫广通，然后这个巷子气氛很好哦，它有那一种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味道。那这次我住的民宿，也是日式风格的，对。那记不记得我之前在鹿港拍片的时候啊，在 Conversation Training Course 里面，鹿港那一家民宿，不能直接 check in， 我一定要打电话给小管家。小管家就像一个小帮手，an assistant， 所以我现在要打电话给他才能 check in， 不然没有人在。喂，你好，我今天要入住，然后我在民宿前面了。好，你再说一次可以吗？就是我远端帮你开门，好，然后你大门有声音的话，你再帮我把门拉开，然后里面可能会有房屋，你跟他说一下你要放行李就好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民宿里面还有别人？对，民宿的那个房屋在里面打扫。哦，好，了解。OK， 好，谢谢， OK， 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那因为现在还不是入住的时间，但是民宿的人让我先进去放行李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进去放行李。哇！所以我刚刚寄放完行李，那入住的时间是3点，现在是12点半。如果你需要寄放行李，你可以跟民宿的人员说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我可以先寄放行李吗？先 to do something first， 寄放行李 to leave your luggage there。好，要记得哦。这间台南的日式民宿很有名哦，我也是在网络上发现的，其实是我先生发现的。然后这一带啊，是当时在日治时期，台南很有名的一条街，就是当时是非常繁华的街道。在日治时期的时候，日治时期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。日治时期，晚上10点过后禁止喧哗。晚上10点过后禁止喧哗，禁止 forbidden 喧哗 make noises， 但是比较正式哦。那一进来就有什么冰箱。那最上面这一层叫做冷冻库，这个呢，大家知道吗？拖鞋，这个是什么？鞋柜，我们打开。这边有拖鞋，然后哇，还有木屐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医药箱。好，打开还有笔、电池。这个是什么？水槽，菜瓜布。这个呢？洗碗巾，洗手乳，自来水 ，tap water。但是台湾的话，开水龙头，你打开水龙头，这水是不能直接喝的哦，所以要小心。但是这里的就可以直接喝，这里，对，所以这样子可以打开来直接喝的水叫做饮用水。这个叫什么？好，
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电水壶，电水壶或是电热壶也可以，电热壶很方便。他送这个点心洋芋片，洋芋片，还有咖啡跟茶包。这个是什么？电磁炉，电磁炉。之前我跟我妹合拍的影片课程里面有教到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教到一些厨房的用语，可以去复习一下哦。电磁炉。那下面是什么啊？写什么字？客用餐具柜。客用就是客人用的，餐具柜 utensil 柜 closet cabinet 切菜板杯子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筷子叉子。这个呢？这个是锅铲。碗，哇，这个很有台湾特色哦。花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又是花的图案。盘子，这个呢？这个知道是什么吗？猜猜看。平底锅。这个呢？就是普通的锅子。那这边是客厅，这里是我的行李，不让你们看。那因为是日式的民宿嘛，所以就坐在地上，然后看电视休息。这个呢是什么？遥控器，你可以看 YouTube、Netflix。那这边就是客厅，因为是日式民宿嘛，所以当然就是你在客厅，你可以坐在地板上，坐在榻榻米上面放松，看电视。然后现在台湾的民宿，我觉得都做得很现代，你可以直接连接 Netflix、YouTube 都没有问题。然后客厅的后面就是厕所跟浴室，我们看一下哦。我们来看浴室，这个叫什么？镜子。之前的 YouTube 影片，我也有做一集饭店介绍饭店生字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也有讲到这个字，这个呢很贴心哦，它还附这个棉花棒。这个呢，哦，这个是清理身体的。那这里有几个杯子？2个杯子，很简单，对不对 ？TOCFL 的生字，初级的生字，这边也有写中文。来复习一下，刚刚有出现过哦。3、2、1，洗手乳，洗发乳，这个呢？怎么念？沐浴乳。好，所以它都有附洗发乳跟沐浴乳，很贴心哦。这个呢，之前也教过了，对不对？毛巾，然后这边有浴缸，因为我很喜欢泡澡，所以我看到浴缸都会特别兴奋。对，好，那还有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，马桶。
马桶，马桶。然后以前我在法国念硕士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跟我朋友出去玩，他们也不太会担心没有吹风机这件事情。但我回来亚洲，饭店啊、民宿基本上都一定会给你吹风机，而且是日本的吹风机。好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吹风机，吹风机。那如果你不确定，你就可以问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有附吹风机吗？所以如果你不确定，你可以问说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民宿有吹风机吗？你们民宿有吹风机吗？好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卫生纸，卫生纸。那这边有3条大毛巾，3条大毛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上2楼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空间很大？对，它其实是给2到6人用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方形的桌子，大家知道这个桌子可以来干嘛吗？知道吗？猜猜看。3、2、1，想想看。可以打麻将，对 ，OK， 可以打麻将。好，我们现在上楼，这边是床，双人床。那边呢是窗户，窗户。好，床非常软，对，但还好也不会太软。这个呢叫什么？知道吗？枕头，枕头。在台湾的饭店或是民宿，通常都会有冷气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冷气，冷气。在欧洲我旅行的时候，我常发现没有冷气，对，所以大家来台湾不用担心，一定有冷气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一张床。所以它一共有2张床。今天我帮大家复习了很多 TOCFL A1、A2 的生字，还不错吧？对不对？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。他也给我 WiFi 密码了 ，WiFi 密码 password。好，我现在要下楼了，我要小心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参观这间民宿。那我希望这支影片对你们的听力口说，还有学饭店民宿的生字都有帮助。如果喜欢的话，留言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会很开心。那如果想学更多，都可以参考我的课程。如果你们想学台湾华语，真正的台湾华语，你们学习的目的是希望跟台湾的朋友、家人聊天、沟通，记得参考我这2个课程。一个是比较初级的，一个是比较初中级的。那在这边谢谢你们陪我到这边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！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